分钟？大家好，迟到了几分钟？Sorry。所以我们的口号是 Design for。等一下，毫无默契，怎么回事？重新来一遍，就3、2、1啊！3、2、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Design for， 欢迎来到我们第一次直播。真的感觉，哇，这刷的好快，弹幕跳得很快。有什么好玩的弹幕来看一下？卡吗？迟到了，下跪。Hello， 怎么这么卡？应该不是我们卡，我们应该还行。黄金手机怎么没被没收呢？没收了，没收了，还没有还给我呢，现在还给我，还给你。高土堡，哎，宝宝，就是好像没什么。他说我们没练齐，这是我们也是一种默契。没默契也是一种默契。对，没默契也是一种默契。迟到惩罚，你们俩迟到惩罚。我们俩迟到。对，我刚刚有看到弹幕说你们俩迟到惩罚，你看到没有？看到了。对，是不是能不能再滚一下弹幕？惩罚什么？就是要那个佩恩老师还有江恒老师怎么了？怎么惩罚？一起吧。教你们比小猫耳朵。啊，就我们两个吗？看了3集没有看够，我们也觉得。小猫耳朵。看到高潮部分了。3集好好看。手上戴着啥？你手上戴着啥？就是这个熊。第一次直播业务好生疏的感觉，哎呀，看破不说破嘛。你们发现了，对，有点紧张现在。对，可能需要大家我们来参与进来。迟到，必须要，就是这个发言就是有点炸了，就是要炸播，这是直播间不可以出现的画面吗？对，公主抱，这个能说吗？可以，这个可以。公主抱，你公主抱我。公主抱，这出画面了。会有的呀。任务不熟练，我们会有。怎么突然一下直播感觉有点懵懵的？是我们没有什么流程，我们就全是我们4个人自己自嗨呢，主打一个自己说自己。比猫耳朵怎么比？我现在有点紧张，猫耳朵是这样，然后这样。不对，是这样。哎呦，你怎么老误伤他？完蛋了！没事。这样。不用4耳朵。这样说，为什么它下面会弹出东西？让我们比心截个图。比心。公主抱会有的。干聊，对了，看不到吗？看不到那个弹幕。你们往前一点，这样子会看到，举起来点。这样的。换一个角度。那上面我就没有看到。锻炼自己的眼力。花哨手腕上的怎么不给我戴一个？这个你戴过？我就是从他，这就是我的啊，我就是从他身上扒下来的这个东西。哎，怎么了？没事，这个特效很好看。咱4个人看起来好忙。没有流程，居然看住了吗？星星唱的片尾曲超级好听，那肯定世界第1大公音是吧？大公音是什么？我是不是后面会有更好听的？大家唱的歌都很好听，后面会慢慢的公布给大家。我俩就在后面，你们来。
四个人比心确实有点卡，对，确实有点卡。青然后我们青提是谁吃的？青提是这是送的礼物吗？青提是青提哎，这样，一人一半啊。你说这样。啊？怎么？四个人看起来很忙，但不知道在忙什么。我们在忙什么？我们各忙各的。找点事做。在忙那个，在忙着跟你们说话。对啊，没有流程，这样才会自然一点，可以跟大家就是好好的互动。后面别说悄悄话。说悄悄话，你们俩说什么悄悄话？哎呀，不能说悄悄话，肯定不能说的秘密。这个13勺鸡精的面味道是什么？真的很好吃，真的。13勺。向大家公布了那是什么？向大家公布了那个啊，盛先生最爱吃的面的配方。啊，想听你唱歌。打开那个，谢谢送的蜂蜜。高秘书人气开发，这个难说，什么东西啊？玩笑。他说谢谢送的。这样子会不会屏幕应该还好晃来晃去？那我们站起来，稍微站起来就好。互相给对方动物素，我们的动物素都是那个公开的。想看我们俩扳手腕，想看的东西太多了。这弹幕刷的太快，我就看不清。脸颊比心。感觉镜头也得看。我们一起，要不一起比个心，这样他们可以截图，记录一下我们第一次合体比心。是的吗？怎么比啊？是好多心，比心不能往上面，会挡住我们。比心。嘿，完蛋了！你怎么今天老不上人？完蛋了，完蛋了！啊，没事吧？瞎了，没事。给你一张纸，快！完蛋了！蹭到哪儿？戳到他眼睛。眼睛了。你试看，再搓一下。别，成双成对。怎么不给搓？总有刁民小害症。没事，就当我为那个，现在两个欺负一个怎么样？高图啊，就当我为那个高图，配合就当我为高图报仇啦，各位。上，我也被上，我也被暗伤。替各位那个哭唧唧。沈总怎么不会比心？啊？我会比心吗？来，谁不会呀？我们也比，哎，不对，在这。比小一点，不然。是啊，他们心没有我们大，我们是小而精，我们是懂什么小心肝。我们都是满满的爱。我们走的是那个求质不求量。想私下怎么称呼对方？对的。我们私下是吗？我们 Q 一下流程。好，好。有流程了，各位。有流程了。因为今天早上小助理发了一个关于直播连麦的问题征集，然后我们这边做了汇总，希望老师们回答一下。OK。然后第一题呢是想问问四位主演，哪一个瞬间真的带入角色动心了？第一次重复一遍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想问一下四位主演，在剧中在饰演这部剧的时候，哪一个契机、哪一个瞬间是真的带入角色动心了？第一次见到的时候，你是说，在医院还是啊，在医院还是？那你觉得呢？
就第一次见到的时候，一眼万年呢。在医院的时候，还是说第一场戏？在医院的第时候一场戏，你自己呢？好犀利的回答。我的话，要不我们自己读吧，读那个。好 ，OK， 好，重复一遍问题，就是我觉得，不对啊，是这样。又是。就你把这是什么？人机，怎么还有人机感？害羞了。对，就是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带入角色心动的时候是第一场戏。第一场戏是啥戏？就弹幕问。为什么这么安静？不是在直播吗？怎我么不热闹们的第一？场戏，我的第一场戏应该是跟阿星在电梯里面，就是他刚刚我听到的那个医生对他说，已经在播啦，对不，是9点吗？不是哎嗨8点钟啊？嗨，8点钟，嗨。 Hello，谁跟我讲9点啊？想陷害我，就是幸好我早一点来，你知道？刚刚问题是什么？就不行打然后问题断了。是我们的哪个瞬间带入角色心动，然后我想讲，我也想知道哎。天哪，是啊，哪个瞬间带入角色心动？秋秋说的是第一场戏，第一次见的时候，是指电梯上，是不是你刚才说？对，就是第一次见的时候第一次那个我们的第一场戏是在那个医院里面电梯打开的那个那个相遇的时候。里面这样好，你说。我头上怎么有带红色？我也没识别到我们俩的脸。我第一次哪个瞬间真的带入了角色？我的话应该是，其实有蛮多的，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那个大家在第3集能看到的那个校友盛先生，他在外面喝醉了，然后我误以为他你知道在外面有一些什么什么，然后回来之后，然后的那个场景，就真的还蛮生气的。就是你以为他在外面有别人了，然后就是跟别人怎么样，然后一打开门看到他喝的醉醺醺，身上有别人的味道，还是陈品明缠着他，跟陈品明好像也不清白，一瞬间就上头生气了，完全理解你的心情。完全觉得这个陈品明陈品明也看陈品明也不顺眼，天哪，这是蛮护食的。全部你知道。所以另外2位是你先，答不出来，是不是？怎么你俩？怎么可能？但是我们俩要互相谦让一下。其实有很多场戏份，我们都感觉挺深刻的。就比如说高途离职的那场戏，哎呀，真的是，我就当时就在想，这沈文郎怎么回事？真的是过分。我的话，每一场，对，每一场这个回答跟没回答一样。你挑 OK， 对吧？就那场，那一场是哪一场？那场，哪一场？后面大家能看到就是打针那场，对，不能剧透太多。好，话筒关闭。那第2个问题是想问一下弄简导演的选角故事，听说光选角就花了1年多的时间，所以想了解一下是如何找到这4位演员的呢？就是其实见了蛮多人的，然后也想，其实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的部分，其实在于说想听听大家互相的，你知道，就是对我们的第一印象，哎，
所以这个是我比较想要知道的。其实我比较想知道说对彼此的对彼此的第一印象，我就可以后面讲，哦可以先 OK，讲自己的第一印象，因为彼此的第一印象就是我知道某些人的第一印象没有我们的参与，你知道吗？是。那老师们，第一印象就是刚见到的时候是，刚见到的时候是先见到了妹妹，然后就会觉得，完全想象不出来，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小女生，然后竟然有2个。一下子，然后会特别莫名的觉得特别的亲切，然后就觉得很投缘，然后就只是光见了第一次面，但是就感觉好像认识了有一阵子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毅然决然的就是投入到这个大家庭，对。先就是没事，你先，怎么雨露均沾，雨露均沾。不要，没事吧？没事吧？你先，我是那个他来。我刚开始第一印象就是，见到姐姐，然后还有妹妹2个戴一个口罩，然后其实我并没有区分出来他们是谁，然后后面熟了以后就感觉，姐姐可能会稍微稳重点，然后妹妹的话就是经常挖坑给我们跳，然后每次那个一挖坑我就，哇，这个汗呐。然后后面就熟了就很好，就是想想也无所谓了，挖坑我就跳，然后我再爬出来。对，但是他们俩都是一个很可爱的2个小女生，特别可爱，然后性格也特别好。不要硬夸啊，硬夸会害我们，知道吗？没有啊，这是我心里话，是吧？这个问题真的，你看，你先来，好交叉。好，我先来。第一印象就是没想到，就是就是特别可爱，真的就是特别可爱，就没想到可能跟我想象中的样子会不太一样，就是没想到会那么的就跟朋友一样，第一次见就不会太有那种陌生人第一次见面的那种距离感。对，然后后面的话就是随着逐渐的了解，就是不能夸吗？就真的想夸，就是心里话是吧？就越夸就是你知道吗？骂的越惨。我们要不然我们还是聊聊你们彼此的电影。对，就一下子但是确实都是对，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你们自己互相之间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我自己觉得还蛮大张，就是还蛮好磕的，所以本来想说是可以后面一点分享。对，选角故事，刚刚原问题是选角故事是不是？对，你怎么老是这样？对不起，我就是总是有那种你知道，就是跳跃思维。选角故事主要是我在这里巴巴的讲，也担心说你知道，就是在被你们的大家就是你知道，大家想听你们讲话的人再来那个羞辱我一顿，你知道吗？然后阿星再去点赞。对，然后黄鑫再去点赞，你知道，就是你知道那个黄鑫老师就是守着各个平台，然后就是找那个内涵我们的词，然后就点赞。主要那个不小心点错了，不是他，就是他点赞点错，就是邱鼎杰管理的不好，邱鼎杰全责80%的责任。手已经被打肿。昨天秋打的什么？我打你了？你是怎么当着2万同胞的面，你说我打你了？我说我手被打肿，没说谁打没。除了他还除了怎么来展开说说？我自己打自己，自己打自己。也不知道你平时都在搜什么东西。他是自己打自己，就是特别忏悔，对吧？是选角故事，其实选角确实花了很久的时间。然后我们看了线上看了大概1万多份资料，就我们2个自己看的，就1万多份资料。然后线下见了大概1000多个人，然后就选的4个大家这样。然后具体的就是有很强的故事，然后就是这个部分可以我们单讲，就是不在我们大家集体的直播上。如果有人感兴趣，可以我们后面再开一场。但是可以大概讲，就是其实4个人的话，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肯定是要贴嘛，就是肯定跟角色是有非常多很契合的点的。然后不管就我们第一个就是确定下来的角色其实是沈文朗老师，对吧？然后下来应该是阿勇。
然后一开始其实我们都有在讲说，我们比较觉得容易确定下来的是高途跟盛先生，因为就是比较好，就是总觉得应该是有传统，就像盛少游是传统的霸总嘛。然后当时我们其实也跟秋有聊过这个问题，会觉得说大家都会很担心说盛少游跟沈文朗他的差别到底在哪里？两个人其实都是霸总人设，然后我们自己会觉得，其实我们心里是有那个模模糊糊的印象的，就大概知道他长什么样子或是什么，就总有一个想法跟方向的。然后找到4位的时候，就觉得大家身上都有那么一点特质，其实是很贴角色的。对，我们会以为阿勇是最难找，就花勇是最难找的，但其实是第2个找到的。对，天选花勇，然后天选高途。高途其实最早的时候，佩兰其实面的是盛少游这个角色。对，对。然后后来那个盛先生这个 part 的时候，大家都问嘛，说怎么就是能找到那个秋说找到这么贴的盛先生什么的，是花勇自己推荐的。因为花勇说他觉得有很好的因为当时就一直找不到盛先生的那个，就是你知道那个演员，我一直找不到，怎么看都定不下来。然后其实有看到一些，然后也有就在犹豫，然后后来那个黄信老师就说他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人选，想要问我们要不要见一见这样，然后我们就见一见，见完之后就觉得说他们两个站在一起就蛮有那个化学反应的，是。具体的就是有很长的那个故事，是一个非常非常 long story， 因为整个就是很久嘛，就整个 casting 的时间也算是花了比较久，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单开一列。对。那下一个问题是4位老师的 MBTI 是什么？然后觉得各自的 MBTI 角色 MBTI 是什么？我们4个人的 MBTI 是什么？然后各自角色的 MBTI 是什么？展开说说。我是 INFP， 然后我觉得花勇，我总觉得他花勇超脱于那个人格系统之外，我觉得没有一个具体的人格能够形容他。我觉得他是那种会愿意为了喜欢的人改变自己人格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他假扮的样子是盛先生喜欢的样子的话，我觉得他可以演一辈子的类型，所以我觉得他的人格取决于盛先生喜欢什么样的人。那你觉得花勇是就是没有一个形容？那你觉得花勇是 E 人还是 I 人？这个大分类是什么？我觉得他可能，我觉得 E 跟 I 是世俗对人类归类的两个区域，但我觉得他超脱于这2个区域之外。我觉得他可 E 也可 I， 不是 E 也不是 I， 就是他只对盛先生一个人，一整个谜一样的男人，对不对？好，他只对你感兴趣，其他人都不感兴趣。好，满意。哦哟，脸满意。太会说了，太会说了，那你来。我是 ISTP， 对，这个应该能看出来。然后高途的话，我觉得他也是 ISTP， 对吧？对，他应该是不怎么，就是除了上班就是上班，然后不怎么辛苦说话。我觉得我是 ESTJ， 然后觉得是沈文朗也是 ESTJ， 但是他们俩的 ESTJ 可能会有一些不同，就是说沈文朗可能不太会表达感情，或者对感情比较迟钝，但是我叫很不会。对，那你是ESTJ， 总经理型人格，果然是霸总，别夸我害羞，果然351都不要，真是霸的。好，哟，谢谢霸总。我自己的话是，我是什么？我是什么说错你就完了。ENTJ， 对，我是 ENTJ， 然后我觉得少游也是 ENTJ。同意，别紧张，同意，就无争议。虎牙太无争议，对彼此的第一印象。彼此第一印象。4个可以来个花式自我介绍吗？这
怎么？以后有机会可以对。啊？没事没事，下一个问题。有话你说，快没点。有没有没有，我们你说，没有说没话没话。什么？日常就是玩配恩，啊？怎么那么玩呢？不舍得啊。不敢造次。Q 你俩呢？你俩好像不熟。我俩不熟，蛮熟的。很熟啊。只不过我俩这个位置，对，太难受了。往前靠着。我俩只有站起来才能挨得近，靠完之后，因为我俩这个凳子下摆太大了。紧张，我们会多少会有一点，就是大家都包涵了。因为第一次直播，因为确实第一次合体直播，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还在说我们紧张，过不去了这个。没紧张啊，玩点小游戏，看起来很忙。我俩一直在找合适的角度和位置。私下里谁的性格和角色最像？私下里谁的性格觉得最像？好，我性格，我觉得都有吧，我觉得都有跟角色贴的点，对吧？对，那是肯定的总。是能找到一些跟角色很像的地方。老师们平时有什么共同的兴趣爱好吗？打游戏啊，一起打游戏，对，一起打游戏。那唯一能牵绊的东西。游戏中就是谁比较厉害，谁比较看状态。对，也看风，看什么游戏，然后看状态。对，因为我们打的主要是为了一起玩的打游戏不止一款，就是平时空的时候都会一起打游戏。除了那个，什么？我你的啊，我打的很爽。有人问我们，宝可梦有人问我们怎么破冰的？怎么破冰的？我们哪来的冰啊？我们破冰，我们没有冰啊我们，没有冰啊。我们一见如故。对，我们一见如故。第一天我就跟姜老师去吃了宵夜，barbecue。哎，不对，牛肉火锅。哦，对，是。四位老师觉得剧里谁最恋爱脑？现实中的话，谁最恋爱脑？花勇跟高图吧，距离了，花勇跟高图吧。距离我觉得花勇还有高图，对，现实中，现实中，秋秋，佩恩，好。好了，你俩就承认吧。秋秋，黄鑫，怎么还差一个？那你要说他？我说了呀，说说了，了，好。老师们在拍戏的时候遇到亲密戏的话，会笑场吗？亲密戏不会不太会，因为当时可能我们会融入那个情景，不太。带入那个角色，不会啊，就不会。在戏里，为什么我头上有个？这是在找我。对，什么？高图妈咪不要轻易原谅什么了。你们有听到吗？抽一张纸给我。没有，我替沈文朗哭两下。怎么会？不带犹豫的。我其实蛮想知道，如果是 Ocean 你带入江恒的，就是不带入那个沈文朗的角色的话，你会这样对待高图吗？肯定不会啊，因为就怎么说？我自己都觉得沈文朗少找一张嘴啊。明明，在感情上的事，可能说一句话，或者说一些误会解释清楚，就可以很好的在一起啊。但是他们的
就像一个没长嘴，一个欠长嘴的这种类型，就是感觉会产生很多误会。如果我是他的话，我可能会在感情上的一些矛盾啊或者问题啊，我可能会尽早找他说清楚。那你会扇自己嘴巴吗？不会吧？我将来应该不会犯这种事情吧？你说你想扇沈文郎吗？我心里扇巴掌行吗？如果沈文郎是你的话，你会扇自己？沈文郎是我自己啊。开玩笑，开玩笑，那当年怎么删？开玩笑，开玩笑，扇肿了高头心疼啊。开玩笑，开玩笑。但如果是就是黄鑫老师带入一下花勇的话，你会这样追求另一半吗？可能会。会。那如果你追不到盛少人，追不到那个另一半的话，你会怎么办？追不到的意思是指就是真的没有希望，然后对，几率是零，是，然后那就毁灭世界了，我就觉得。只能靠盛先生去封印住一个大魔王的感觉，就是靠他的同意来封印住他们。靠他这个人去守护世界这样。所以如果是秋的话，你自己要追求另一半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会用哪一些方法？用哪些方法？借鉴一下那个花勇的方法，就是常试探他的底线，然后你的方法你说一下，你的那个方法就是试探底线，试探底线，对，试探底线的方法，试探底线，然后呢，就是那个因为我看那个我们那个弹幕上有说什么那个驯服守则，对啊，恋爱驯服守则，对啊，具体的一个那个步骤是。具体的步骤不能告诉你啊，你正在被我的步骤进行中。这样的那个杀猪盘，我有看到那个评论说这样的杀猪盘怎么躲？杀猪躲不掉这样的杀猪盘，会你量秋身快跑！你量身定做。跑不了的。我有看到评论，就是评论里面有大家在问说，给彼此的备注是什么，然后想要抽签，就是我讲说，就是可能看看各位老师给大家的备注是什么。所以阿星给秋秋的备注是什么？是要展示吗？也可以不展示，没关系，不展示，不用那么严格。怎么？你很想展示哦？展示也是可以的。这个展示不用怎么展示？没关系啊，你就说好了。我给秋秋的备注是盛先生。哦，是吗？所以秋给我给阿星的备注就是阿星。后面两位老师呢？因为刚刚看到备注，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份就直播的问题整理，但是因为这整理的我觉得有点就是可能是超话里面的伙伴们提问的小助理，然后就会有很多是关于可能剧的这个部分啊，然后包括说一些可能导演项的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比较希望说让四个大家可能多聊一些，四位老师多聊一些，所以我们可能从评论区里面去找一些相关的这个问题来去 Q 一 Q 好不好？所以大家看看评论区有没有什么想要问的问题，然后我们从这个里面选一选。对啊，第一次直播大家都比较紧张，可能。然后刚刚有看到的是，对，你可以给那个直接给他们看看说那个评论区的一些问题，然后有问说，一方面是备注，还有一方面就是刚刚一直有在 Q 的第一初次见面的那个初印象。然后刚刚 Ocean 跟佩恩有讲嘛，初印象，对吧？就第一次见到彼此会觉得是什么？对啊，所以刚刚问题都没有答。刚刚有在评论区里面，我看有伙伴一直在问，对，有股东一直在问，差点就给你们混过去。怎么会呢？第一次是觉得这个人好高大，
威武雄壮，怎么会有人这么说自己啊？对，然后就很帅，然后又高又帅，就是然后第一印象是反正觉得还蛮适合神文郎的，是非常贴，对，然后后面就约着吃牛肉火锅，对，然后到你了。然后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佩恩可能会因为一些某些事情啊，或者心情不好，就看着有点忧郁，对 emo 的感觉，所以当时可能就是因为要后面会一起合作嘛，就可能会比较担心佩恩的一些状态啊，就平时可能会去开导他，晚上聊天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开导一下他，对，开导一下他，然后打游戏啊，或者我们俩一起去外面吃饭啊，然后他就是可能就睡觉的时候可能也会担心他，然后有时候会给他发消息啊，或者是这样。对，看他状态有没有好一点。如果发现他情绪不对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去约他一起出去，或者是去看电影，或者去打游戏这些。蒋老师很贴心的欧晨老师，姜老师，对，反正就是多关心他。我们俩看起来好忙啊！我们两个看起来，因为我们俩一直在找位置啊，后面位置太小了。哦，刚刚有就是股东们有在抓到你们说那个江恒跟佩恩还没说微信备注啊，对，赶紧帮他们就是 Q 一下说，对啊，不要想要蒙混过关，我跟你讲。我很严格的，我会帮我们股东，就垂涎股东都一直 Q 好说，你们不能就是你知道随便聊一聊，然后就逃掉问题。我写的是欧晨，我以为江大海呢，没有，因为第一次见他，他说他叫欧晨，然后就一直叫，反正叫欧晨就很亲切。我给他的备注是 seek 寻找。给你们翻译一下，学到了。Stick， 然后我后面对翻译一下 Ocean 大海啊，那海洋差不多都是属于海洋的问题。哦，对哦，新秋第一次见面的初印象也没讲，但他们因为认识可能比较早哎，所以我其实也蛮好奇的。他们认识蛮久了，然后所以第一次，不一定要描述场景啊，就是你知道，如果你们不介意，当然也可以描述场景，就是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彼此的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样子，就是邱同学可能邱老师可能对，所以是谁主动先讲的第一句话？我。你主动的，你主动。对。怎么主动？怎么个主动法？我们俩就，因为之前的细节就不概述了，就是我们是属于先知道对方的存在，比较像，然后但是没有见过，然后在一次巧合的一个环境，然后我们碰到了，就是一回头，虽然没有见过本人，但是可能看过照片就认出来了，而且是属于那种就是因为太好认了，实在是，就是会就也没多想，就是会觉得脱口而出就喊，当时就喊了，是黄鑫，对吧？我说是黄鑫，比如说黄鑫，然后就对，从此以后一段对妙不可言的当时就是缘分开始诞生。当时就是刚到那个陌生的环境，然后突然听到有人在喊我，然后我一抬头，我在寻找那个谁在喊我，我想说应该不会有人认识我吧，然后你知道那个叫什么社恐一下子又犯了，然后想谁，然后就发现是他，然后我也一下就认出他了，因为真的没见过，但我知道他，然后我就循着声音就看到他，然后他一下子那个给我的感觉就是当下应该挺懵的，会不会？因为确实会还好，就是一下子
一下子会觉得，咦，就感觉让我如沐春风，因为那个，就那种爱人的属性嘛。然后如果对方特别的温暖跟主动的话，就会一下子感觉被治愈到。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感觉整个他就是给我感觉如沐春风，然后感觉他的背影都有那个阳光，整个那个剪影，然后在我前面，然后散发那个光芒，这样感觉优秀，感觉就是特别的温暖的感觉。第一印象就是这个，你这突然有点冷场的意思。所以你们觉得对方哪个五官中的哪个部分最好看、最漂亮、最吸引你？最好看，最好看。我觉得哪都好看，没有区别。很难觉得，你先说。哪个五官？就是这张脸，就是已经就是哎呦，一整张脸。你看他的反应，这让我怎么说？怎么？你有意见？好，那我们都是整张脸呗。只能说一个，只能说一个吗？对，一个部位。但确实是，就是那你太笼统了。第一答案就是一整张脸那我们也说整张脸呗。怎么？我们要内讧是不是啊？必须要选一个，是一个。必须要选一个。对，如果是一个的话，我会选眼睛。第一个我选眼睛。我觉得秋秋最好看的应该是嘴巴，是他的嘴唇。好了，来，哇，鼻子吧，对，还有下巴。是的，为什么下巴？有比我人生规划还清晰的下颌线。我觉得佩恩的最吸引我的五官可能是他的嘴唇。你们仔细看佩恩的嘴唇，其实是一个爱心的形状。你这么说，我倒要好好看一看了。不要挡，凑近给大家看一下。下。你别捂啊！日常我们就日常豆高，豆偏。我显得我躲。我下次你们自己看，不要躲，出镜了。就是那个佩恩老师说他要单开一页，就是给你们看直播，单独直播是吧？是不是？福利这么好，嘴唇微颤。看到评论中有很多股东们想看四位老师比一些动作，要不大家咻，选几个，然后让股东们截图。第一个，小狗耳朵，小狗耳朵。自己比吧，还是你这样你比一个，是这样的吗你比那边。你比那边啊？你比那边啊？这样是就呆人。对到就是小狗耳朵，你调整位置，就这样吗？达不到。搭了，这样。好了，第二个兔子耳朵，兔子耳朵啊，兔子耳朵是什么？兔子耳朵自己比，我自己比。不是，我这样会比较好看一点。李老师，对。啊，是这样的。双兔傍地走。又学到了。这个兔子耳朵果然还是要兔子比那个精髓一点。是，没办法，天赋在那。第三个猫耳朵，猫耳猫耳朵，应该是这个。
第4个脸颊比心，脸颊比心，我俩说的好看。你们两个，我以为你们在第5个小熊耳朵，你看这首，要不然会唱。有说音乐声音有点大哦，哪个伙伴帮忙调小一丢丢，谢谢。好，第6个戳脸，这样，这样，这样解出来很难。第7个蝴蝶结比心，蝴蝶结比心，这样是，啊，这样。那感觉好像那个啊，会不会挡呢？你感觉好像在拍那个椰汁的那个广告。啊，椰汁的广告。对啊，我们觉得很像。哎，像不像我们上次那个拍那个 vlog 拿那个？那就是椰汁啊。黄老师要不，我们花生老师稍微往镜头右边一点点，这样，镜头右边，画面右边，OK，是这样的。是的，是的。我们狼兔老师也稍微往左一点点，这样是吗？是的。不对吧？佩兰老师往这边一点，姜老师往这一点。啊，不够，因为已经开。你们水灯牌。4位老师今天都有贴咱们的 Q 版头像，可以跟镜头展示一下吗？撕下来。这是我们评论区股东们想看，撕下来吗？真的，都可以。对对，这样。这是我们花勇老师。掌心雷。你伸进手机屏幕里面摇了。这个是每个人的 Q 版头像。近一点啊。可以了吧？可以了吧？怎么能拥有贴纸？后面大家一定会有机会拥有它的。有加问说就是那个股东们有加问说能不能讲一下，陆老师能不能讲一下说自己看到这个本子的感想，角色什么的。第一次看到垂涎剧本的感想，觉得蛮有意思。有意思在哪？具体说说。故事情节扣人心弦，好官方。好官方啊！你这是提前备好了吗？没有了，就觉得整个世界观还有故事情节、人物都还蛮有意思。
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觉得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类型，包括小说也没有看过这种类型的小说，然后就去恶补了一下，然后就会觉得这个世界观还有人设还有各方面都特别有意思，很稀有，感觉特别能够抓人眼球。然后我感觉看小说的包括看剧本的时候，感觉看到有一些情节，感觉会跟大家一样，就是大家该有的那个 reaction， 我们也会有，对对吧？可以分享一些片场趣事吗？他们俩还没说呢。快点让老师逃过一劫。啊，不逃。第一次看到垂涎呢，会觉得因为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第一次了解到 EBO 的世界观，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认知，然后会觉得里面的剧情特别紧凑，然后很细腻，也是以前接触过的剧本里面没有，就是会对整个，就是会对这个知道自己要去试镜这个戏的试镜这个项目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充满了期待。说完了。说完了啊。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就是感觉和高途的那条线的话，就感觉就很有古早的那种偶像剧的那种味道。就是其实对这种角色其实还蛮感兴趣的，虽然我有时候会不太同意他在剧中做的那些事情，就是对，反正对这种剧情很感兴趣。好了，下一个。下一出，刚刚好像又有在反复在问说那个青题到底是谁吃的，刚刚其实阿星有回答，对不对？一人一半。它就这么消失在了大家的视野中。对，其实我们空调开的还蛮低的了，但是大家就可能第一次那个直播都有点红温。对，而且因为就是大家反正就有点红温，有点紧张。对，没关系，后面每一周应该都会有这样的不定期掉落的直播，应该每一周都有，所以大家会慢慢变成熟练工的。然后股东们给大家一点时间，然后第一次嘛，就可能都会比较紧张一点。有空调怎么会没有空调呢？但是红温也是真的红温。啊，有刚刚看评论区有人 Q 说想看吃青题，然后所以就刚刚就正好有那个，但我们就是还是保一保直播间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江恒的刚有一条特别有趣的弹幕，江恒的声音好醇厚。是吗？是的。那我就醇厚喽。星球给对方的动物素是什么？动物素，会吃醋的老虎。狐狸。不是我们说完了啊？星球党相处的刚刚这个部分是股东们在那个小助理那里提问比较多的，是相处这么久之后，有在对方就是两队有在对方身上学到什么技能吗？就我先来，就是我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就是可能比较容易就是上头的话，有一点情绪化的人。就是我从
阿星身上学到了，就是会比较沉稳一些，沉稳一些。然后遇到一些事我解决不了的话，我之前的话就是会可能就是会摆烂，会吧，会有点摆烂。然后现在我会去想解决的办法，我觉得这个对我自己的一个就是真的是有点上升到成长上面了，说的有点严肃啊，但是确实是我从阿信身上学到的这个，我觉得他的非常好的一个优点，特别棒，那个特别棒。我觉得我从秋秋身上学到了，其实私底下的话，肯定都是大家性格互补嘛。然后，但其实我觉得更多学习到的是对待工作还有专业上的事情的一个特别认真跟敬业的一个态度吧。因为包括就是因为本身我也不是科班出身的嘛。所以我对于这一行没有任何的，就是所谓的一些很书面的认知，然后也没有特别多的经验。但是我从秋秋身上就觉得他感觉是特别热爱演戏的一个人，然后包括他对演戏的专业度，还有就是对整个表演上的热爱，我觉得是让我还蛮感动的。然后我觉得想多跟他学习，在专业上的部分。然后私底下就更不用说了，私底下就感觉就是互补哦。到谁了？又两个。哦，我跟姜老师，有一说一啊，姜老师还蛮会做饭的。厨子。你是喜欢因为吃喜欢做，所以还是因为喜欢做才吃？因为喜欢做才吃。然后在姜老师在他身上学到，就是他其实内核会比较稳一点，对。然后我其实内核不是特别稳，然后跟他在一起，慢慢的就觉得，人内核一定要需要稳一点，大概是这样子。我从佩恩身上学到的可能就是关于一些专业性的问题，就比如说，在演戏方面，毕竟佩恩的资历啊，或者是经验都很多，所以在拍戏的时候，他可能会跟我提一些东西比较注意的事项，或者去探讨一下去怎么演，反正就在他身上学到的关于专业性的东西很多，是吗，佩恩老师？好 ，next one。刚刚有看到评论区有说想要看你们模仿对方的台词，你们有印象比较深刻，你们自选这样。啊，快点啊！这么快，进行的好快啊！啊，快点啊我们吗？不是一起吗？一起，那你也要先来后到，快点。那个，你身上的欧米伽的气味太臭了，滚出去洗干净再回来。继续到你了。哎，高途的优势，好的，沈总。你吗？你呢？到你了。我说过了。你说什么了？好了，沈总。我们啊！你怎么把我那个想说了？来，沈文郎你怎么敢？那个拍桌子，沈文郎你怎么敢？然后你还要掀桌，然后把桌子全部掀了。我现在就把这个手机掀没有，然后换上去。哎呀，
夹一下啊。